大家好，欢迎来到语文老师的频道。最近，纽约法拉盛聪明街发生了一起因彩礼引发的凶杀案。10月2日下午，华人男子陈伟生持刀捅死了50岁的岳母施秋瑾，并将17岁的小舅子砍成重伤，随后纵火焚烧住宅，割腕自杀，被警方救回。这起凶杀案的导火索是婚后是否生育的争执，而争执背后潜藏着一桩高达10万美金的彩礼纠纷。陈伟生来自福建福州，持有绿卡，正在申请入美籍，妻子是美国出生的福建华裔。两人2023年结婚时，岳母施秋瑾索要了10万美金的彩礼，直到案发前，男方母亲从福州分期汇了9.3万美金给岳母，彩礼基本付清。然而，婚后夫妻因为要不要孩子产生矛盾，妻子不愿生育，今年夏天回福建探亲时被婆婆催生，返回美国的飞机上，夫妻又因孩子问题大吵一架，甚至决定回到纽约就离婚。婆婆要求女方退回一半彩礼，陈伟生本想算了，但拗不过母亲的再三要求，只能向妻子提出离婚时需要退还部分彩礼，结果双方谈崩。案发当天，妻子不在家，陈伟生饮酒后回家，与岳母因彩礼爆发争吵，情绪失控，酿成惨剧。这起悲剧发人深省，哪怕身在纽约这样的现代都市，有些人的思想依旧困在传统里。女方家庭在美国过着西式同居生活，女婿甚至住岳母家按月交租，但在婚俗上，岳母却一口咬定要10万美金的中式彩礼，婚姻破裂还拒绝退还一分。而男方家庭更具典型性，父母耗尽积蓄为儿子买来媳妇，自认理所应当的插手小夫妻生活。婆婆催生，因为她觉得花了彩礼就必须达成传宗接代 KPI。 儿子夹在母亲和妻子之间，用母亲的钱买了媳妇，自然不能违抗母亲，只能背叛妻子的意愿，去执行母亲抱孙子的命令。最后，当母亲要求讨回彩礼时，他走投无路，暴力成为了宣泄绝望的出口。可以说，他们身在纽约，却过着封建剧本里的人生。今天我们就借此新闻一起来聊聊彩礼这个话题。彩礼习俗从何而来？它的发展历程是什么样的？为什么2025年的今天，荒谬的彩礼依然大行其道呢？在古代，彩礼不是一个选项，而是婚姻流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早在西周时期，就确立了3书6礼的完备婚姻流程，其中6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6个步骤，而纳征俗称下聘，指的就是送彩礼。有些地方会把6礼简化为3礼，但纳征这个环节是绝对不能省略的。一些平民甚至只保留纳征，其他5礼都用大宴代替。礼记内则记载，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就是说明媒正娶才算妻子，私奔私合只能做妾。由此可见，在礼法社会中，彩礼有着很强的契约属性，只有男方按规矩给了彩礼，婚约才被家族和社会正式承认。如果男方悔婚，彩礼赔给女家，反过来女方悔婚就得悉数退还彩礼，这等于用物质担保婚约来减少反悔的可能。历朝历代彩礼的内容各不相同，西周的彩礼是5皮黑红2色的布帛加2张鹿皮，汉朝流行送聘礼30物，包括羊、大雁、白酒等，唐朝简化为9样聘礼，有干漆、棉絮、阿胶等。明清时期逐渐用金银来衡量彩礼数额，形式虽变，但核心目的始终如一。在男权主导的宗族社会里，彩礼是保障婚姻制度和父系血统延续的必要条件。那么，古代为什么要强制收彩礼呢？把彩礼放在传统中式父权结构里看，就很好理解了。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家国同构，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皇帝是国父，掌握国家生杀大权，而家庭中父亲是一家之主，掌握一家老小的生杀予夺。这种社会结构中，父亲既是家庭男性长辈的角色，也是社会权力的原型。家内父权具有法律和财产上的绝对地位，在传统礼法下，女性出嫁从夫，脱离原生家庭成为夫家人，所生孩子随夫家姓，延续父系血脉，妻子的劳动和生育都归夫家所有。如果丈夫犯罪或破产，妻子也会失去自由，沦为附属品。也就是说，古代的妻子是夫家的私有财产。这样的父权秩序下，社会如何延续呢？社会当然无法靠独立的个体延续，而是靠血脉和姓氏延续。同姓氏就是一家人，
可以传承家族荣耀和财产。女性的价值体现在生和养上，只是繁衍工具。社会延续需要大量女性生育更多的劳动力。试想一下，如果你是古代的一家之主，妻子给你生了个女儿，你会怎么做呢？从理性的经济视角来看，恐怕很多人会选择杀死女婴，因为养大女儿需要投入10几年的时间和金钱，但是她将来所有的价值，包括性价值和生育价值，却全部要归属另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夫家所有。你辛苦培养的劳动力、繁衍力，最后给夫家做了贡献，这对家族利益来说显然是亏本生意，所以才有古话叫一家有女百家求，百家有女一家留，意思是100户人家有女儿，最后只有1户留下女儿。如果人人都希望自己家族利益最大化，那就都不用养女儿了，整个父权社会就没有办法运转了。为了解决这个悖论，古人发明了交易女性的机制，也就是卖女儿收彩礼。只要卖价高于养育的成本，族长们不觉得亏本，女儿也就有人愿意养了，社会繁衍就得以维系。彩礼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卖女儿的市场交易行为。比如晚清时期，绍兴的彩礼习俗是根据女方的年纪，1岁1坛老酒或1坛稻谷，再折算成银元作为聘金。女子的年龄直接与生育力、劳动力挂钩，年纪越轻意味着可以生育的时间越长，身体劳动力越强，价值越高。强制收彩礼相当于男方支付女方家庭的养育女儿的成本，补偿女方家庭的劳动力损失。所以传统上这笔钱是给女方父母的，而不是给女方本人的。就像父母在谈彩礼时常说，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给了你们家。话里话外，女儿被当作一件精心培育后出售的商品。除了补偿养育成本，强制彩礼还是一种经济保险机制，减少婚约被毁的概率。因为父权社会极度强调子嗣血统纯正，如果女子婚前失贞或婚约告吹，就有名节不保的污点，往后很难再嫁，生育价值骤降。彩礼相当于给女方家一份保证，婚约如果男方单方毁约，那女方至少还能留下彩礼作为赔偿，不至于人财两空。所以强制收彩礼也是古代保障女性名誉、约束男方的一种手段。第三，彩礼也是家族实力的一种表现，是门当户对最直接的体现。财力强、家族势力大的男方家庭往往愿意出更高彩礼来彰显门楣体面，女方家庭能收多少，也代表了自家女儿的身价和家族脸面。彩礼金额就是衡量两家是否门当户对的标尺。总的来说，古代的强制彩礼是深嵌于社会结构的制度刚需，它确保父权社会正常运转，维护家族利益和等级秩序。这一切都和男女情感无关，婚姻更多是家族经济与血脉联盟。因此，把婚姻搞成买卖，难免催生悲剧。父母作为卖方，往往选择出得起高额彩礼的买家，而作为商品的女儿没有自主选择权，因不满包办婚姻而反抗走极端的案例屡见不鲜。时间来到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帜，就是宣扬民主和科学。传统封建礼教遭到知识界的猛烈抨击，包办婚姻、彩礼制度这些陋习被视为扭曲人性的枷锁，妇女解放成为时代热词。彩礼之所以被扫进封建垃圾堆，就是因为它赤裸裸地反映宗族父权价值观，还与门当户对的阶级偏见挂钩。要彩礼就是给婚姻加价码、设门槛，把女性标价成可以交换的商品，而高昂彩礼也让男性背上沉重经济负担。寒门男子可能因为彩礼掏空家底，这些特征都违背自由恋爱、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新思想风潮。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法律层面否定彩礼婚俗。它规定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和男女平等，试图在制度上消灭拿婚姻作为交易的陋习。但我们都清楚，法律上的规矩是绝不足以让彩礼绝迹的。真正让彩礼一度销声匿迹的是社会的物质条件匮乏。当粮票、布票、肥皂、水杯、洗脚盆都成为了贵重物品，那即便保留送彩礼的形式，也没有了彩礼的实质。比如50年代结婚流行送4个1工程，就是床、脸盆、痰盂和热水壶。60年代实行36条腿，指的是家具里桌椅板凳床加起来要36条腿。70年代讲究3转1响，也就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银机。不是社会抛弃了彩礼观念，不再买卖女儿，
而是极度匮乏的时代里没有了交易的条件。所以每当有人怀念那个男女平等不要彩礼的淳朴时代，我就想说，好天真呀！当时妇女确实走出家庭参与生产了，但那更多是国家需要劳动力的政治动员。女性有自主权吗？并没有，她们只是被动的被父权从家庭转移到了国家，出力流汗，上山下乡，顶半边天，却依然没有在婚姻和财产上获得平等地位。这种所谓的男女平等是特殊历史时期的集体幻觉。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带来了财富差距扩大和快速城镇化，被压抑多年的婚嫁旧俗又开始回潮。从80年代的4大件——冰箱、电视、洗衣机、录音机，彩礼又演变回了真金白银的硬通货。不过与古代不同，今天的彩礼被赋予了更多复杂动机和多元形式。我们可以把现今的彩礼现象大致分为几类。首先是经济资助型彩礼，通常发生在男女双方自由恋爱、经济独立，但面临高房价压力的情况，双方父母各自出资给新人购房买车。这些资助往往以彩礼和嫁妆的形式体现，表面上看有传统彩礼之名，但实质是一种家庭投资，是内部资源调配。此类彩礼某种程度上有其时代的现实合理性，高房价、低就业率是客观存在的，不肯老结婚非常艰难。想要杜绝这类彩礼，就只能寄希望于国家的房地产政策了，比如让租房成为更经济划算的选项，提供大量价格合理的房子。然而，除了这种资助型彩礼，现实中更多的彩礼依然难以摆脱卖女儿的影子，比如攀比型彩礼。在一些地区或熟人社会里，收彩礼成风，你家收，我家也收，不收没面子，收少了好像亏待了女儿。于是大家你10万，我15万，他20万，彩礼变成了面子竞赛。还有性别失衡型彩礼，由于长期重男轻女的观念，加上计划生育的历史原因，一些地区男性数量多，女性少，女性成为稀缺资源，彩礼自然水涨船高。此外，还有补偿型彩礼，一些贫困家庭为了给儿子娶媳妇，可能会先嫁女儿，把女儿嫁出去就能收到一笔彩礼，再拿这笔钱给儿子付彩礼。这其实是家庭内部一种变相的女性资源再分配。总之，今天的彩礼形态复杂，各地差异巨大，早已不像古代那样具有礼法强制性。不过，从数据上还是能看出一些趋势。据统计，全国有将近8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家乡有收彩礼的习俗，比如山东收取彩礼的婚姻比例高达 89%， 在全国首屈一指。河北、广东、安徽、甘肃等地彩礼风气也很浓厚。反观上海，收彩礼不到40%，是全国的最低水平。从金额上看，全国彩礼礼金平均值大约在 12.3 万人民币。浙江、福建、黑龙江名列前茅，浙江的一些地区彩礼甚至高达20-30万，这些数字远超普通工薪家庭的年收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彩礼，能找到17万份相关案例，其中7000多件都是刑事案件，足以说明因为彩礼闹出人命、触犯法律的事情并不少见。社交媒体上关于彩礼的唇枪舌战从未停歇，最近还有网友根据彩礼金额制作了买车指南的影片来讽刺这一现象。你需要多少彩礼？你要多少彩礼啊？100。娶你需要多少彩礼？娶你需要多少彩礼呢？都要2-3。许您要花多少彩礼呢？2套房子300万。条件怎么也要。彩礼1000万。娶我需要至少得1.5个亿。千百年来，彩礼作为礼教文化的一部分，而今天却被视为封建残余，引发如此激烈的矛盾和对立，甚至酿成刑事纠纷。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这是因为社会环境变了，彩礼在很多地方却没有变，所以产生了巨大的错位张力。在前工业时代的中式父权社会，彩礼制度可以正常运转，因为当时女性是附属的生育工具，买卖女性符合体系的逻辑。然而，工业时代到来后，女性的社会价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女性可以受教育、打工挣钱，她们不再局限于家庭内无法变现的家务劳动，完全可以在公共领域赚钱养活自己。
女性能够独立赚钱，这个改变本身就对父权结构造成了巨大冲击。过去，父亲嫁女儿是为了卖个好价，现在忽然发现女儿留在身边打工赚钱养老，可能比卖掉划算多了。于是，一些父母开始调整策略，从一次性卖女儿变成让女儿持续供养娘家。伏地魔就是这一改变下的典型案例。一些女性外出打工，辛苦攒钱，为的是不断贴补给娘家弟弟盖房子、娶媳妇。即便结了婚，还要从夫妻共同财产里拿出钱来补贴娘家。伏地魔就是吸血家庭结构下的牺牲品。娶了伏地魔的男性自然叫苦连天，但这个现象的本质还是买方卖方的拉锯。男方觉得我花钱的彩礼是一锤子买卖，媳妇是我家所有，可女方觉得彩礼不过是买了生育权和孩子冠夫性的权利，女儿未来的劳动力收入，娘家也该分一杯羹。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就是女性赡养价值在婚后如何分配的问题。所以，当女性具备经济价值后，指望着既取消彩礼，又让女性婚后继续无私付出，是不现实的。如果男性怀念旧社会一家之主的美好，但又不肯放弃工业文明的物质生活，那每个父亲可能都不愿意轻易把女儿嫁人，反正嫁出去自己家就是纯亏，还不如让女儿留着给自己养老。一旦大家都这么想，男人娶妻就更难了。中国父权社会赖以运转的婚姻结构就面临崩盘。我们前面提到过家国同构的封建结构，可以用微缩模型来理解传统家庭的权力关系。把一个家庭看作一个国家，父亲就是君主，母亲是臣子，儿子是庶民，而儿媳则是奴仆。女儿充其量是暂时养在家里的预备奴隶。在这套等级序列里，一个男性的初始身份是小国里的庶民，必须对家父国君唯命是从。改变命运的第一步是娶妻。当他娶进来一个媳妇奴隶，他在家庭中的地位就从庶民上升为未来君主的继承人。第二个命运转折是生子，有了儿子就有了自己的国民，相当于完成加冕，正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国，成为一家之主。儿子越多，新国的子民就越多，家庭越兴旺。一个女性的初始身份儿媳，则是外来输入的奴隶，提供性服务、生育子嗣和家庭劳动，简直是天崩开局。她唯一的翻身机会就是生儿子，生女儿只不过是多了个见习奴隶，没用。只有生儿子，让她可以从儿媳跃升为母亲，进入统治阶层，当上辅佐君王的臣子。在封建农耕社会，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权力单位，娶老婆等于扩张生产力。男人通过劳动和婚姻掌握家庭资源，跃升为小君主。可是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年轻人离开土地去打工，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娶妻反而成为要养两张嘴的经济负担。男人也不再能通过婚姻升级为一家之主，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取决于收入和财富，而不是娶不娶老婆。可以想象，今天的老一辈年轻时是在乡土社会长大的，往前推导30年，中国还有近70%的人口是农民，他们习惯的人生剧本就是儿子娶妻生孙子，自己变成大家庭之主。结果下一代都去城市打工了，子民和奴仆都跑了，只剩下老婆继续充当臣民和奴仆的功能。这些老父亲原本憧憬的权力升级落空，心理落差巨大，所以经常在短视频上转发那些子女不孝顺、不感恩的言论来自我安慰。把视角再拉回当代女性，女性的经济独立让她们拥有了选择权。当一个女人可以养活自己，自由工作、租房、买喜欢的物品，她在自己的生活中俨然就是国王了。那她又何必结婚去投奔另一个家庭，放弃自己的收入和前途，去为丈夫和夫家无偿生儿育女呢？只要她不进入传统小国框架，以独立个体的身份在社会闯荡，她就能拥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做自己的君主。而且无论是国家机器还是资本家，都把女性留在社会，成为稳定的劳动力。比如职场上，入职怀孕就是道德败坏，国家在法律层面也没有提供家庭劳动补偿，无业女性离婚连抚养权都拿不到，这些不都是在告诉女性不能在小国里当贤臣，要到大国里当打工人吗？以上种种也是近年来中国结婚率和生育率断崖式下跌的深层原因。对于很多女性而言，结婚并没有多少实惠，反而带来职场歧视、事业中断的风险，还可能落个人财两空的结局。所以说，现代婚姻主要功能只剩下合作抚养后代这一项了，
而彩礼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婚姻还有生育合作功能时男方出具的诚意金。男性出钱，女性择偶，以完成共同生育培养下一代的合作。如果有一天抚养后代也不需要婚姻来完成合作，像西方的一些国家一样有非婚育儿政策，那婚姻恐怕就真的失去存在的意义了。有人说西方国家女性就不要彩礼呀，凭什么中国女生张口就来呢？就是中国女生狮子大开口，剥削男性。彩礼之所以存在，还承担生育合作诚意金这样的职能，说明了当下的制度没有保障一些东西，转而需要用彩礼来保障。今天养孩子的成本极高，社会支持又十分有限，国家没有承担养育孩子的花销，也没有提供合理的生育补贴以及托儿所、托育班，而生孩子让女性损失的更多。女性一旦生育，既有职业挑战，又有收入损失，彩礼就充当了女性面对不确定风险时的保险金。换句话说，制度没有保障到的，彩礼作为民间手段成为了变相保障。但这种替代品往往粗糙，甚至变了味儿。它衍生出了天价彩礼，不给彩礼就不让新娘出门，临时加价、抢婚，甚至是人命官司等悲剧事件。由彩礼问题激化的矛盾，看似是两家私事，实际上就是政策的缺失。分析了这么多，我们再聊一聊我如何看待彩礼。我对彩礼的态度很明确，就是反对。彩礼的存在是遮蔽社会制度漏洞的一块遮羞布，把本应由制度解决的养老、生育保障、财产分配等问题，变成了婚姻双方的家庭矛盾。男性觉得自己被彩礼刺客刺穿，女性觉得自己被生育剥削，最终制度问题变为了男女对立。而且今天的彩礼比古代更加荒谬，古代是存在固定行情的，比如几匹布、几头牛，演化到多少金银珠宝。而现在的彩礼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经济行为，反而没有锚定物，没有计价标准，全凭各家自己张口要。你们要多少？女方家庭可以说10万太少，20万才体面。你问为什么？那就是地方习俗。但是这明明就是漫天要价呀！黄金有金价，公司有股价，但彩礼就像虚拟币，全看女方家庭怎么讲故事，定价毫无依据。而且交易是付钱交换到等价的东西，在彩礼这儿逻辑是模糊的。彩礼到底买的是什么呢？有人当买媳妇，有人当买生育能力，有人觉得这是性别预设，就应该男人付钱女人收，大家的标准极其混乱。去年知名超市胖东来公开宣布，胖东来的员工结婚不允许收取或支付彩礼，违反规定就是违背企业价值观，未来1年取消公司一切福利待遇。此举动一出，很多人就说企业管得可太宽了，爹味儿真重。但也有人拍手称快，认为老板为员工减压，向陋习挑战。连企业都看不下去中国的彩礼乱象了，彩礼绝对是两性浪漫关系的阻碍。除了批评彩礼、倡导零彩礼，真正想要杜绝彩礼的陋习，需要制度让社会保障和育儿体系更加健全，推动两性更平等，让女性不因婚姻、生育和育儿损失事业，新家庭也不应该为育儿花费高昂成本。另外，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村福利水平，就不会让农村男女比例差距过大，不再需要农村单身汉用高额彩礼去娶妻。只有制度完善，减少人们用钱换保障的依赖，才能真正消除彩礼陋习，而不是逃避制度责任，把锅甩给一部分人。好了，今天的中国彩礼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你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留言告诉我们吧。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下期见，拜拜。如果娶你的话，至少需要多少的彩礼钱？最低标准24万。你觉得你要多少彩礼啊？38万吧。娶你要彩礼吗？要多少？52万。觉得你要多少彩礼？50-60万吧。50-60万这么高？那边都是这样的呀。